好，OK，Ryzen UV 在最近更新了2023的版本。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来做一个 Ryzen UV 20223的这么一个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些新功能，按照使用频次，我对它们做了3个分类。那么第一个基本上是对原来功能底层上的这么一个的叠加，或者说这么一个更新。那么它会用的很爽，大概率每次都会用。那么我们取个极端，还有一个呢，是最为的少用也就是特定的情况才会用到的一些新功能。那么可能呢你做的项目一些的内容，那么可能一辈子碰不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这2个新功能。那么还有一个是比较中间的部分，那么有时候呢想起来可能会节约一下我们的操作，会让我们这个展 UV 的流程节约一点时间。好，那么我们就根据它使用频次，按照1、2、33个顺序对它们新功能做一个视频的讲解。好 ，OK， 那么来逐一看一看每个新功能都是什么意思吧。好 ，OK， 那么第一个新功能是对魔术棒的彻底升级，就是在雪面模式下的一个的工具魔术棒。那么它现在支持一个叫做自动展开。那我们看看在 Ryzen UV 当中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好 ，OK， 来到了这个 Ryzen UV 的软件中，比如说我们要展开一下这个模型上半部分的这一个的 UV， 那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雪面的模式下，然后在这个Magic Wood 有它这么一个魔术棒的工具，那么大部分情况我们选用根据这个面的角度去选择对应的这么一个面，那么我们也可以按住这个叫做Shift 配合这个滚轮卷来增大减弱这一个角度来适配我们的这么一个选择。好 ，OK， 那么它其实在这个魔术棒的工具这里多了一个选项叫做 Unfold 自动的展开。那么我们把它勾起过后呢，那么在原生的这么个流程当中呢，我们选完然后再切割再展开，其实步骤比较麻烦。这个呢直接开启它过后，我们选一下，你看它就已经把对应的展开了。那么选一下呢，这个面在一定约束的角度它就可以这样子展开了。好，那么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最神奇或者方便。那么最神奇方便它其实可以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这么一个使用的情景，我们可以选择它再按住 Shift 加也就是这么一个加选择我们可能觉得会连在一起的 UV。大家看这个 UV 它已经连在一起统一展开了。那么它这个中间的切割线它自动又合并上了。现在这一个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这么一个的UV 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也包括我们按住 Shift 键直接一选择它它就能把这个连在一起。好 ，OK， 那么如果我们某些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在这个魔术棒的工具下再点一下那么它其实就作为这么一个切分的工具。好，那么这个工具其实在我们展 UV 的过程中，能帮我们更为灵活的去处理一些的模型的 UV 特别是它的角度有一定的这么一个比较精准的这么一个曲率规范的时候特别方便的供我们使用。OK， 那么我们再来往后看一下。好，那么第2个这个功能叫做重复上次的这个操作做了一个这样的按钮。那么它可能类似于大家有玛雅的这个使用经验的话，类似于按那个G键就 repeat 上次一个那个的功能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好 ，OK， 来到这个 Ryzen UV 当中，我们看它在左下角多了一个这样子2个的小按钮。那么其实这个重复上一次的这么一个操作就以这2个按钮来进行这么一个的运用。那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什么情况下会比较的实用比如说我们在展 UV 有一些特别这种小零件的时候，我们在展好呢需要排布的时候，我们不依赖它自动的算法，我们需要它更为精确的控制。有时候我们就会让它排布的齐一点，比如说这一排的小的这个 UV 块，我让它们以最上面来进行这样一个对齐，然后呢再让它们这样子一个平均分布这样子对后续的操作看上去比较优化一点。好，那么这一片又有一个这种类型的 UV， 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这有2个
第一个是只重复上次一次的操作，第二个呢是重复上2步的操作。以这个为例，我们直接一个对齐，一个这种分布，我们重复上2次，OK，那么它一下子就这样子排布整齐了。那么它跟我们在后续排布整理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好，那么与之对应的我再撤销一下。那么刚才是重复2次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是重复1次，比如说这一排我们让它对齐一下沿着最上方对齐，然后再选中它呢，再点击第一个那么它也同样的逻辑其实就执行一个上一次执行这么一个对齐的操作。好 ，OK， 那么熟练过后，其实这里有个快捷键，它这个默认是Alt 加 Shift 加 R 键比如说我们这个点一下，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平均分布然后我们有许多这种 UV 块需要这种的操作去排布，我们直接选中它按住这么一个快捷键就搞定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个在展 UV 当中也是一个高频的一个的操作或者这么一个优化。OK， 那么我们再来往后看一看下面的功能。OK， 下面的介绍的这个我对他们的归纳就是有时候想起来用一下，也并不是每次100%都会用，那么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会有用那么有时候也不一定要用它。好 ，OK，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叫做第一个，它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视图的预览。那么它的功能叫做边方向，我们来看看这个新视图的边方向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用。好 ，OK，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的 UV 它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用它这个自动拉直过后因为它这个布局并不是那种完美的4边面的布局，那么可能在这个UV 操作优化的时候会这样子叠在一起。好，那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视图这里我们默认是这种，看它这个查看扭曲的程度我们在点开它往下翻，有一个叫做选择方向这就是我们的新功能。那么这个新功能一定要是在选边边的这么个级别下它才有用。好，那么这里有着一组的这种的直方图，那么中间这一块是它的U 向，也就是这种的水平绿的这块是垂直，也就是 V 向。那么它是什么用呢？那么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 UV 里面的一些的数据，比如说我们来框选这一部分，它一次性就能把都是这种接近水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线一次性选中。那么我们再选中它，比如说我们要优化这个 UV 那么手动一次性选中，然后再一起点击对它们进行一个约束让它们进行一个水平的约束，那么再去优化一下这个 UV。那么刚才选择的这些的线都是这种水平的排布。好，那么同样，那么我们再看看这边还有一些数据是在这个V 向，也就是树的朝向有一些的这么一个波动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垂直。我们再这样子一起的选中。好 ，OK， 然后再选择这个垂直的约束，一选择它过后，我们再去按住这个 O 键这个优化，然后呢，它就能以这个非常4平8稳的一个的优化将我们的 UV 去展开并优化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去优化 UV 的时候用它这个叫做orientation 方向的这么一个新功能。好 ，OK， 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它后面又在2023多了一个新的按钮，叫做象限外排布的开关分为2部分，第一个作用为象限外，第二个呢是一个开关。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好 ，OK， 来到这个 Ryzen UV 当中我们来注意一下在最上面这个界面多了一个这个按钮叫做Distribute 在这个这里多了这么一个按钮，那么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它默认是开启的，也就是模拟我们在日常展好 UV 过后，我们通通的展平，然后接下来又进行一个排布的工作。我们开启它呢，点一下它所有的东西都参与计算来排布到这个象限内。好，那么如果我们有特定的情况，我们在展好 UV 的时候，我们相对比较精心去控制它的排布，有时候我们会在手动或在这个
象限里面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排布。然后呢，我们可以关闭它，也就是我们有些其他的排布，我们暂时不想反审啊，不想让他们参与排布，那么我们就可以关闭它。然后呢，在进行排布的时候呢，只有象限内的 UV 啊进行排布，那么象限外的暂时不参与这样子一个排布。好，那么这个其实在多象限过后啊，多个 UV 非常复杂的时候，会提供一定的便利性，让我们整个在排布的过程中的逻辑更加的清晰。那么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我打算让它进来参与排布的，再把它弄进来啊，再把这个一点啊就 OK 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暂时我觉得也 OK 了。那么想把它塞到哪里面呢？塞到这个里面，我们再点击一个排布。好，就 OK 了。那么不需要它参与的时候呢，还在展开啊或者其他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拉到这个象限外，就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开关来为我们排布 UV 的时候呢进行更多元的一个选择。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个新功能叫沿着 U 项或者是 V 项展开对齐。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在那个 Ryzen UV 当中有一个自动拉直。那么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自动拉直底下的一个子选项就是更为精细的操作比如说我们释放了一个技能造成500点伤害，那么这个多了这2个选项，就类似于我们可以有2种技能，释放了一个技能造成250点伤害，持续3秒又造成250点伤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有着更为精细控制总伤害产生的这么一个方式。OK， 我们再来来到 Ryzen UV 软件看看当中这个是什么意思。好 ，OK， 那么它的图标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后面又在拉直，又分出了一个 U 项和 V 项。那么它的什么意思以及什么时候会变得比较有用？那么比如说虽然我们了解到拉直会利于这个 UV 的排布以及后续绘制纹理的这么一个流程的优化，但是有的模型比如说举个例子以这个模型那么无脑这么一个拉直过后呢，它产生了这个较大的拉伸或者是收缩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就不要进行这么一个拉直的操作。那么但是我们又想让它有一点点拉直更加优化后续的纹理操作，但又不想那么的扭曲或者是拉伸。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一排在2D 视图可能绘制一排这么一个缝线一样的这一个的纹理，那么当然呢，这一排完全的对齐也是非常有利于这一部分纹理的绘制。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这个子选项，比如说我们让它 U 项对齐，就是这种横向水平向这样子对齐。那么以这个单轴向对齐过后它没有明显的那个拉伸或者说是收缩但是也比较方便我们后续绘制一些纹理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一切一切绘制一些的纹理沿着这个的线就可以了。那么它这个子功能就是就能让我们同步的去让一些的模型里面的边呢进行一个轴向对应的这样子一个的约束或者说是拉直。好，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U 是水平第二个是这个的 V 也就是这种的垂直。好 ，OK， 那么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好 ，OK， 那么下面的功能，我对他们的这种的体验或者说是这种的定义感觉是特定的情况用那么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那么这部分的新功能，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 CG 当中许多的新功能，有的呢是彻底优化这么一个工作流整个每个功能都能参与与新的功能对接融洽来产生新的这么一个方面的操作。那么有的呢可能我们做的项目是无数的多做无数的东西，那么有的东西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做，比如说你做一个小石子比如说你做一个树叶，比如说你做一个桌子上存在的一个麻将或者非常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功能其实类似于就这一部分的这种逻辑关系就做一种特定的情况用这个可能会比较的方便。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叫做填充到网格，那么有的时候做那个树叶的贴图可能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是特定的情况，如果没碰到特定的情况，可能有的同学贴上去
并不太直观能感受到这个其中的意思。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作为这么一个了解，如果以后碰到了就用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的快一些。好，那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个模型啊，比如说一个东西上面插着许多的树叶，那么往往我们去做树叶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这样子一种的贴图啊，就是一个1:1里面有完整的这么一个纹理啊，把它给填满。然后呢，如果我们这边的 UV 每一个都把它给其实按照模型的正常比例，它可能展开是这样子，但是为了契合这样一个纹理我们需要它这种的边界像是这样子把它给框住那么这些的 UV 呢，又共用一个这样子的纹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功能比较有用OK， 那么它在哪呢？那么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对齐工具这里多出来一个叫做 fit to 这个网格就是这个适配到网格。那么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这边都是要做成这个树叶的模型我们选中这一排的东西，这一边问我们这个网格的尺寸是什么，我们可以叫做这种选择这个叫做UV 象限。OK， 那么在我们设定确定好对应的对齐的网格过后，下面这有一个 fit 就填充的按钮，我们点击它过后呢，那么它就能把那些模型的边去完美对应到这里的象限，然后用这个 UV 呢再去叠一下叠到这个纹理上那么它就能比较快的去适配到这里的纹理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会比较有用一点。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往后看一下。好 OK，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新功能叫做直接选择错误的点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过去这个 Ryzen UV 对于这个模型的这个拓扑结构要求是非常的多。那么有的模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布线那么它就导入不进来就完全的不给你导入。那么在这个2023，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新功能，让这些有一些问题的模型那么它可以导入并且能有一个按钮能定义出这些有问题的点在哪方便你再返回到 3D 软件里面去修类似 Maya 这个什么Max 都可以。好 OK， 我们来看看它是在哪里。好 OK， 来到这个 3D 软件当中做一个演示，比如说模型像这种情况它是在多边形建模当中它是一个禁忌这尽量避免我们建模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边共用这个3个面。好，那么在过去这个 Ryzen UV 当中它这种情况它就完全不给你导入那么在新的它可以导入，并且能标示出对应的点让你知道这东西有问题你再返回到这个类似 Maya 这种软件去修。好 OK， 那我们导入一下看看怎么弄。好 OK， 我们再返回到 Ryzen UV 当中，我们来读取一下刚才那个有点问题的模型我们导成这个 OBJ， 我们导入。好 OK， 那么它这里会说一个警告有一个弹出来一个橘黄色告诉我们这里面有问题。好 OK， 然后在我们这个菜单选择，然后在这个点的模式下有一个叫做选择 None Main Load Fold 这么一个按钮，我们点击它过后呢它就大家看这个操作非常非常的微妙选择它过后这个点大家应该能看迅速变成了一个浅绿色的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移动这个浅绿色的点比较的方便判断这个模型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方便我们再到这个原生的这个 3D 软件当中去修复。好，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优化的功能，可能一辈子大家都用不到。好 OK， 那么视频到这Ryzen UV 2023主要的新功能就给大家介绍演示了一遍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小的什么 bug 修复多了一些什么格式的支持我也把这一部分详细的更新地址放在视频的简介感兴趣的可以查看一下。好，那么2023更新的这些新功能你最喜欢哪个呢？哪个你以后可能会高频的使用呢？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那么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